如果把世界地图缓缓展开，大多数国家都静静停留在大陆中央，而阿根廷却像一条不断向南延伸的大地长廊，将人们的目光一路引向地图的尽头。这里没有世界最高的山峰，没有世界最大的城市，却总有无数旅行者愿意跨越半个地球，只为了完成同一件事，一路向南。为什么人类总是对世界的边界充满向往？为什么当道路越来越漫长，城市越来越稀少，风景越来越荒凉时，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继续前行？也许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尽头。有人在北极寻找答案，有人在撒哈拉放空自己，也有人把目光投向南美洲最南端的土地。那里有一个国家，从亚热带森林一路延伸到冰雪覆盖的巴塔哥尼亚，再穿过火地岛，最终抵达距离南极最近的人类城市。它跨越3700多公里，连接着森林、草原、雪山、冰川与海洋，也让每一位踏上这片土地的人都仿佛经历了一场不断向南的远征。当人们第一次走进布宜诺斯艾利斯，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：宽阔的林荫大道、典雅庄重的欧式建筑，以及一座接一座拥有100年历史的剧院与广场，很难让人相信这里竟然位于南美洲。有人甚至开玩笑说，如果蒙上眼睛来到这里，再睁开双眼，很可能会误以为自己置身巴黎、马德里，甚至罗马。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美好的空气。16世纪，西班牙殖民者在拉普拉塔河畔建立了最早的据点，而真正改变这座城市命运的，却是在300多年后的移民浪潮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，数百万来自意大利、西班牙以及欧洲各地的人们跨越浩瀚的大西洋来到这里。他们有人为了逃离战争，有人为了寻找土地，也有人希望开始新的生活。随着越来越多移民定居于此，他们不仅带来了语言和信仰，也把欧洲的建筑、美食、音乐和生活方式一同带到了这片南美大陆。正因如此，今天漫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，依然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欧洲气息。7月9日，大道宽阔的几乎看不到尽头。它不仅是世界最宽的城市大道之一，也见证了阿根廷现代化发展的脚步。科隆剧院至今仍被誉为世界最优秀的歌剧院之一，其卓越的声学设计使这里成为无数世界级艺术家的梦想舞台。而五月广场则记录着这个国家一次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时刻。从独立运动到现代社会的变迁，这里始终是阿根廷历史的重要见证者。如果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展示的是阿根廷优雅而从容的一面，那么距离市中心不远的博卡区则展现出这个国家最鲜活、最热烈的另一种性格。沿着港口一路前行，一排排色彩鲜艳的小屋映入眼帘，蓝色、黄色、红色、绿色彼此交错，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。很多游客第一次来到这里时，都以为这些大胆的色彩源于艺术设计，但真正的故事却远比想象更加朴实。19世纪末，大批来自欧洲的港口工人聚集于此。由于生活并不富裕，他们只能利用修补船只后剩下的油漆为自己的木屋重新上色。一种颜色用完就换另一种，几种颜色混合之后，便形成了今天五彩缤纷的街景。原本只是生活所迫的选择，却在岁月流转中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风景，也让这里成为无数摄影师和旅行者镜头中的经典画面。距离这里不远，另一种激情同样影响着整个国家。蓝黄色的糖果河球场静静矗立，它是阿根廷著名足球俱乐部博卡青年队的主场，也是无数球迷心中的圣地。从马拉多纳到里克尔梅，无数传奇球员都曾在这里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。对于阿根廷人而言，足球从来不仅是一项运动，它更是一种身份认同，一种情感寄托，也是整个民族共同拥有的语言。足球和 Tango 只是阿根廷故事的开始。当城市的灯火渐渐远去，当高楼被广阔的平原取代，一场真正属于自然的旅程也即将展开。这里没有密集的人口，没有繁忙的交通，甚至很难看见高大的树木。迎接旅行者的是一望无际的大地，终年呼啸不停的风，以及一座让全世界徒步爱好者魂牵梦绕的山峰。这里就是巴塔哥尼亚，一个被誉为世界尽头之前最后一片荒野的地方。继续向南，一座面积并不大的小镇出现在群山之间，它就是埃尔查尔滕。
如今它被誉为阿根廷徒步之都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和旅行者。埃尔查尔滕没有繁华的商业街，也没有高耸的摩天大楼，这里只有简单的木屋、小型旅馆和几间咖啡馆。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山谷，来自不同国家的徒步者便背起行囊，从这里踏上旅程。他们的目的地几乎只有一个：菲茨罗伊峰。菲茨罗伊峰海拔3300多米，它并不是安第斯山脉最高的山峰，却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难攀登的山峰之一。陡峭的花岗岩山壁几乎垂直耸立，加上变幻莫测的天气和终年强劲的风，让无数专业登山者都将这里视为梦想中的挑战。然而，对于更多普通旅行者来说，他们并不需要登顶。真正令人难忘的是站在山脚下仰望它的那一刻。当地原住民曾将这座山称为查尔滕，意思是冒烟的山，因为山顶常年被云雾缠绕，远远望去就像不断升起白色烟雾一般。他们相信那是大自然拥有生命的证明，也是神灵居住的地方。后来，英国探险家罗伯特·菲茨罗伊来到这里，这座山便以他的名字命名，成为今天人们熟悉的菲茨罗伊峰。如果说白天的菲茨罗伊已经足够壮观，那么真正让无数摄影师彻夜等待的，则是黎明来临之前的那一刻。随着第一缕阳光越过地平线，山顶最先被金色光芒点亮，原本灰白色的岩壁渐渐染上一层温暖的橙红色。短短几分钟后，整座山峰仿佛被火焰包围。这就是摄影师口中的日照金山。为了亲眼见到这一瞬间，有人凌晨2、3点便开始徒步，只为了在寒风中等待那几分钟稍纵即逝的光影。离开菲茨罗伊峰，旅程继续向南。随着海拔逐渐降低，空气中的寒意却越来越明显。远处的山谷之间，一片巨大的蓝白色冰原慢慢出现在视野里。它安静地横卧在群山之间，仿佛时间早已在这里停止。然而，当真正走近时，人们才会发现，这并不是一座静止的冰川，而是一片仍然拥有生命的大地。这里就是阿根廷最令人震撼的奇迹——莫雷诺冰川。莫雷诺冰川全长约30公里，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，相当于数万个足球场的大小。站在观景平台前，很难用肉眼看清它真正的边界。高达60-70米的冰墙拔地而起，表面布满深浅不同的蓝色纹理，在阳光照射下，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静静镶嵌在巴塔哥尼亚的大地上。然而，比它的规模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它始终没有停止前进。过去几十年，随着全球气候不断变暖，世界上绝大多数冰川都在不断消退，许多冰川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，甚至彻底消失。但莫雷诺冰川却成为世界上极少数仍保持动态平衡的大型冰川之一。它上游不断积累新的冰雪，下游则持续融化，两种力量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，因此整座冰川依然缓缓向前推进，每天移动约2米左右。2米听起来并不算快，可当这一片重达数十亿吨的冰体每天都在移动时，大地本身也仿佛拥有了呼吸。站在观景平台，人们常常会听见远处传来低沉而悠长的轰鸣。起初，那声音像雷鸣，又像远方山谷里的回响，四周却依然平静。几秒钟后，一道裂缝突然出现在冰壁之上，紧接着一整块数层楼高的冰体轰然坠入湖中，激起巨大的浪花。震耳欲聋的声响在山谷之间不断回荡，而眼前的一切只发生在短短几秒钟。这就是莫雷诺冰川最震撼的一幕——冰崩。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它什么时候发生，也没有人知道下一块冰会从哪里断裂。有人等待10几分钟便幸运遇见，也有人守候几个小时，只看见冰川静静矗立。但也正因为无法预知，每一次冰崩都像大自然即兴完成的一场演出，没有彩排，也不会重来。如果说菲茨罗伊峰让人感受到的是群山的力量，那么莫雷诺冰川展现的则是时间本身的力量。这里的每一道冰层都记录着数百年前落下的一场雪，每一道深蓝色裂缝都经历了漫长岁月不断挤压形成。而今天看到的冰体，也许将在未来某一天融化，汇入湖泊，再随着河流流向大海，完成属于它的漫长循环。然而，
阿根廷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道路穿过安第斯山脉的最后一段山谷，也跨过了南美大陆最南端的土地。当地图上的公路逐渐接近终点，一片被海峡与群岛环绕的世界静静出现在眼前。火地岛国家公园是阿根廷唯一一座同时拥有森林、雪山、湖泊与海岸线的国家公园。这里没有壮丽的令人窒息的高峰，也没有辽阔无边的大草原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宁静而纯粹的自然景观。茂密的南极山毛榉森林覆盖着山坡，湖泊平静得像一面镜子，海鸟掠过比格尔海峡，远处的雪山静静倒映在水面上，偶尔还能遇见悠闲漫步的羊驼、狐狸，或是在树林间筑巢的啄木鸟。相比巴塔哥尼亚的壮阔，这里的美更像一种安静的陪伴。继续向东南前行，一座依山傍海的城市缓缓出现在比格尔海峡岸边，这里就是乌斯怀亚，也是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之一。它距离南极仅约1000公里，被称为世界尽头。无数探险船都会从这里起航，驶向那片覆盖着冰雪的白色大陆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乌斯怀亚不仅仅是一座城市，更像是一种象征。因为这段一路向南的旅程终于在这里结束时，人们也真正来到地图的最后一页。这里没有国际大都市的繁华，也没有著名旅游城市的喧闹，却拥有一种任何地方都无法取代的宁静。仿佛来到这里之后，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。很多人都会来到那块写着 Fin del Mundo 的路牌前拍照留念，西班牙语意为世界尽头。然而，当真正站在这里时，人们却会发现世界并没有结束，海洋仍然向更远处延伸，风依旧吹向更南方，而南极大陆就静静躺在地平线之外。所谓的世界尽头，不过是人类地图上的终点，却从来不是地球真正的边界。旅程走到这里，地图上的道路已经结束，但真正的旅行却并没有停止。回头望去，有人因为足球认识这个国家，有人因为探戈来到这里，也有人只是想亲眼看看世界尽头究竟是什么样子。但当真正站在乌斯怀亚，望向更南方那片无垠的大海时，才会发现世界其实没有尽头。那些曾经以为遥不可及的终点，只不过是下一段旅程的起点。也许人类之所以不断追寻世界的边界，并不是因为终点藏着什么答案，而是在一路前行的过程中，每一片陌生的风景，每一次与自然相遇，每一段历史与文化的交汇，都让我们重新理解这个世界，也重新理解自己。当镜头缓缓拉远，巴塔哥尼亚依旧吹着风，冰川依旧向前移动，远方的灯塔依旧守望着来往的船斋，而世界也依旧延伸向更遥远的地方。这里是世界，下一站，在一起遇见世界。